6岁的男孩健健康康，但他的母亲却始终把他背在背后，甚至想一直背着他。但是他去买肉的时候，大妈无意间问他，孩子是有什么毛病？听到这，作为妈妈心里很不舒服，莫非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有缺陷了吗？跟大妈解释一下，我只是觉得妈妈还背着那么大的孩子很少见，然后指了指旁边的镜子，让他看看，你这样背着，不仅累孩子，妈妈也累。如果孩子没有身体残疾，当做妈妈的时候，需要学会松手，怎样让孩子健康成长。没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鬼东西，孩子才6岁呢，可是他已经搬了好多次家了，他到哪儿都这样，进入前要确保安全，孩子也非常听话，不要哭也不要闹，可是妈妈却一直盯着孩子不放心，一有动静他就紧张兮兮的。就这一刹那的时间，差点让孩子溜走了。意识到不对劲，他立刻踩住了凳子。儿子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妈妈似乎下定了决心，这次他租了一个超级大的房子，这个房子更像是个简陋的棚子，很快这里就被他布置的齐全了，吃睡晒衣都在这儿。但他为什么住在这里？为了让儿子变得正常，他用绳子把儿子绑起来，教儿子走路。儿子居然开始飞起来了，母亲不断失败，感到灰心丧志。既然决定要生下这样的基因孩子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他一直在鼓励孩子很厉害，今天至少比昨天走了20步。儿子兴奋了，妈妈也被卷走了。不到几年，儿子已经会走路了，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个超人。也许超人也是每个孩子的最爱。看到其他同学从天上安全地跳下来，他也换上了一套超人风格的服装，继续往上爬了一段时间。他学电视里超人的口号，让台下的孩子热闹起来，然后他纵身跳了下去，迅速赢得孩子们的喜爱。可能人从小就开始比较起来了，但他却完全忽略了妈妈的建议。晚上，小男孩觉得自己被超过了，很不开心。我也爬到了最高点，就像他一样。可以想象这会有什么结果。母亲很快就被学校叫去了。儿子很疑惑，明明他自己就可以，却把这事怪他身上。母亲后来告诉他，这事算是幸运的不幸，若要保命，以后千万不能展现自己的实力。为啥我不能？直到妈妈告诉他个真相，他就不敢当众表现了。学校惩罚的结果是要求他们换学校。不久，他们又搬家了，还开了一家专门卖炸猪排的店。原来妈妈开的猪排店其实是她自己的。好奇的八卦女同学想要知道口风，她为什么要每天喝水？她专注地看着直播科普，多喝水有益于身体健康。女同学有点听不懂，小伙并没有说谎，但他说的缺点只是针对他自己的。入睡时，他总是把被子固定在床边，而且一算就是18年。他不会盖被子，从海绵的屋顶上看，可以看出他真的很特别，每天都有别的东西把他弄醒，但是香气扑鼻的补品，他不能高兴和激动。可是他却陷入了尴尬的困境。搭公交车时，女孩卡上钱不够，司机叫他先出门左转，付钱后再回来。男孩一听，立刻展现绅士风采，给女孩付了车钱。为了道谢，女孩想帮范西拎包，她没想到这个重量这么大，这件东西真沉啊。凤西沉默不语，内心一片混乱。女孩有漂亮的脸蛋和一种迷人的气质，看得凤西开始失控了，脚渐渐离开地面，心里念的口诀现在直接从口中低声吐出。她提醒自己不要纠结，突然汽车颠簸一下，将她撞到了玻璃上，这就把她吸引住了。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女孩原来是今天刚转来的新生，却没想到喜秀的出现了，会让学校彻底改头换面，可能有爱上她了。凤西全心全意喜欢着秀秀，面对喜秀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，她吓得躲开，内心的小鹿乱撞，我快要被风吹走了。她吓得立刻抱紧了课桌，心想才喝了半小时前的1000克水，还管不住吗？她就一直唠叨着咒语，让情绪迅速平静下来。但她完全没有料到喜秀会突然转学到这里，喜秀可不是个好惹的人。课后喜秀洗完了脸，突然看到了凤西的身影，有了前面的经验好了，西仙立刻抓住旁边的柱子。他今天负责巡查教室，确认是否所有人已经离开。出门以后，保安大叔瞄了他们一下，庆中已经看到了他们未来的结局了。母亲每天都按时给儿子做晚饭，一切就绪。儿子刚刚回来，对着3个人的食量，儿子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孩子还不知道，妈妈每天都很着急，甚至每天都要上网搜查事故事件。这几年平平安安，但他从来没有松懈警惕。果然这次他发现了不寻常的情况，他让画面变得更大了，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快递车，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。晚上他拿出放了几年的手枪，他意识到是时候准备战斗了。终于等到你们了，一起来吧。太诡异了，儿子每天放学回家
都要报出自己的体重，胖点也没关系了，稍微瘦一点就好了。母亲就得给他多加点饭，但他明白母亲是为了他好才这么做的，不是为了吃饭。增肥最重要。他在学校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，没出过什么问题。突然来了个新同学，打破他安逸的生活。第二天正好下雨了，女孩闻到自己身上的香味，班长正好转过头，目光直视着，闻起来香吗？班长同意了，于是下课了，他就找到凤熙了，因为两人在公交车上碰到了。女孩一开口就向他借衣服换，虽然凤哲说他的衣服挺宽松的，女孩立即撒娇给他看。他不知道撒娇是他最致命的招数。然后他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衣服，我本来要闻一下衣服有没有异味再给他，女孩毫不在意的。趁女孩换衣服时，凤熙立马给自己灌了一大堆水，生怕等一下我把持不住自己。女孩想知道为什么衣服上有字母，他解释说那是他的名字。女孩嘲笑了他，怕别人偷衣服吗？但是被告知我们学校没有校徽，所以要求把衣服上刺上名字，说不让衣服丢掉。两人都觉得这所学校很奇怪。在女孩到之前，老师这边通知班长多和他熟络一点，班长最终没问出口他想问的话。而现在看着喜秀老缠着凤熙，他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自己辜负了老师。课后，老师再次找到了他，请他去开体育馆2楼的风扇，呼吸新鲜空气。老师给他创造了新的机会。当他来到2楼锻炼室，打开风扇，完成老师交代的事情之后，果然看到喜秀在体育馆锻炼身体。我打算先看看再离开，没想到喜秀当场换了衣服，他吓得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但他明白目前可能得等喜秀锻炼完才能走。已经有2个小时过去了，可喜秀根本没打算回去。班长默默地注视着他，就在他下一次跳起的时候，表现还不错，但下地时不小心扭了脚。班长马上下楼去了，碰巧凤熙进来了，看到喜秀打摔跤的时候，真是紧张的让我都跳起来了。因为从未练习过飞行，他摔倒在喜秀旁边。班长听到声音时目瞪口呆，他几年的同学生涯里怎么都没有察觉到凤熙有什么异常呢？刚才错过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凤熙也没有察觉到喜秀的异常状态。刚才明明崴了脚，现在却毫不在意。班长开始怀疑，好像班上有人跟他提过，你只是被选为班长而已，像只狗一样，学校抛弃了我，我就是个被甩掉的狗。两人离开后，班长走出房间，不知道是不是想保护自己的东西，他突然跃起，一巴掌拍在离地3米高的墙上。他的实力证明了他与众不同。运动结束后，凤熙准备从书包里拿食物给喜秀，恰好喜秀发现凤熙贴的窗口贴不牢靠，想戳他一下，但这次接触让凤哲完全暴露了没有重力的限制，增加内心中掀起的狂喜。他开始失去对身体的控制，突然飘升起来，喜秀完全吓傻了。厨房里面，女人一边狠狠地敲打肉片，一边心里闲得发慌，但是无能为力。谁让她生了个奇怪的孩子？虽然她从小就练习走路，像其他人一样，只要她兴奋或紧张，会失控地飞起来，妈妈束手无策。这基因真牛啊！直到这天，她突然发现一个胖男孩背了半只猪，她突然有了点子。儿子出门已有10几年了，我得背着一堆1000斤重的哑铃，叮嘱他放学后立刻回家，千万别上课打瞌睡，免得飞起来自己都不知道。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，儿子都听烦了，小子毫不知情。妈妈不怕别人笑话他被发现，为了让儿子胖一点，他每天都给儿子带来不同的惊喜，提升食物营养值。他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想起了这段时间，儿子回来了哦，我今天迟到了5分钟。眼前的景象看了半天没反应过来。你好，你是谁？女孩说，我和凤熙是朋友。妈妈做妈的傻傻的吐了4个字，你是女生。虽然有点废话，女孩还是解释他俩是纯友谊。立即恍然大悟，兴奋地走上前迎接儿子的女友。不好意思，女性朋友。他不知道喜秀根本不打算去凤熙家，就刚刚10分钟前，凤熙放学前想给喜秀拿东西吃，路上的伤口贴的不牢，喜秀只是轻轻点了一下，可这一次接触还真是直接把凤熙心中美梦中的小鹿吵醒，身体突然漂浮起来。喜秀完全懵了，为什么一个体重200斤的胖子能够突然飞起来呢？他虽然好奇，但没被吓到。看着凤熙一直喊着背包背包，喜秀想帮忙，但书包太重了，搬不动，于是想把凤熙拉下来，但实际上够不到。然后他找了个箱子，往后退了2步，再次，我自信可以的。然后一个大跳，紧紧拉住凤熙的腿，把凤熙拉下来了。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的包，害怕凤熙再次飞起。喜秀直接抱住了他，喜欢秀在抱凤熙时越来越失控，放开一歌舞起来，他又飞了起来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头顶上有个监控镜头，不过奇怪的是，学校的保安面不改色，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些。
这么走2步就可以冲天，感觉要感谢喜秀一直黏着他，否则他早就飞走了。这还是凤熙第一次带女生回家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儿子带个女生回来了，但是妈妈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尽管生意很忙，但做妈妈不忘让儿子把喜秀带到2楼客厅，用毛巾擦擦身体，别感冒了。其实当妈妈的不必担心2人在楼上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儿子却带着女孩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奇怪的海绵顶，奇怪的睡觉地方。凤熙只是想告诉喜秀她的特殊秘密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你在什么时候能够起飞呢？不清楚。接着喜秀进行了一个实验，他突然走进凤熙了。你对我有好感吗？突然间他像火箭一样冲上了天，客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巨响感到困惑。妈妈立刻解释，楼上正在搬家货，可怜的凤熙被粘在屋顶口中不停地唠叨。这句话真的太有用了，他从高处摔下来，心情平静。妈妈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他的能力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上课时据说老师把书本夹在腋窝里摩擦，效果很神奇，接着把它放在头上再次碰撞，后来想看看奇迹发生了没有。老师的实验明显没成功，就是老师解释的时候，下雨天不会产生静电。男孩把头发磨得像个爆炸头，老师的观念被彻底颠覆，却误以为只是男孩，为什么会一直摩擦不断？要鼓励同学们专心学习，其实是个男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特殊能力。转眼间已经10年过去了，老师注重培养他的运动才能，马上就要高3毕业了。老师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，判定为不合格。老师找到他后劝他算了，转到演艺系更适合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校长当初说我有天赋进体校，但结果却不是这样。老师表面赞他，并帮助他符合了演艺系大学招聘的条件，他可不晓得老师已经划定他不能要了。这学校还有些内幕，连校长都有点奇怪。有时候会有新同学转学过来，老师首先激励他们参与体育活动，因为他们具备出色的体能。可是这个女孩并不擅长体育，老师利用她的家庭背景鼓励她去体校，如果成绩好会有奖学金。而且我们学校还有一个400平米的体育馆，每天运动还怕体测不合格吗？所以获得奖学金没问题。也许是被老师提到的奖学金吸引住了，她开始运动起来了。就在她打算报名进体校的时候，班里的坏孩子对她有意思了，瞄了一眼她填的表格，你去体校是因为老师吩咐的吗？女孩没回复，班长叫她自习还没完就回去坐下。女孩误以为班长帮了她，班长被老师买通了，但混混早就知道老师们干的那些不被人知道的事情，可能是他的眼神。班长找混混来，想让他别管那么多事情，不怎么样的人也挺不靠谱的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打班长一下，急闪身躲开，班长只打了1拳，混混连快速后退10步，他变得非常愤怒，从来没考虑过对方的实力。班长嘱咐他别打了，他根本顾不上那么多，像被狠狠地扁了一顿一样的猛烈攻击。班长踹个脚加个拳，就把打手打飞了好几米，然后他就揍了对方1拳。大树扛了10年，最后被弄断了，他的实力超级厉害。我被老师推荐去演艺系的全启道，成功毕业后去面试，可是他根本不适合从事演艺工作，傻乎乎的表情，评委们哈哈大笑了一阵。这是他第20次面试了，还有个人面试，他明显要被淘汰了。他下定决心，迅速冲到评委跟前抓了本书，学着以前老师教过的方法去做，在嘴里磨牙，然后戴在头顶，瞬间吓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继续演示一段闪电侠的片段，不晓得是不是好奇，面试官居然突然录用了他。他在舞台上真的很拼命的表演，他在台下享受着观众的热情，心情变得更加激动，突然就太用力了。舞台灯突然爆了，台下的孩子们全都吓得哭了。后台的灯光师非常无奈，演出10次遭遇9次失败，这怎么挣钱啊？看着自己又一副被烤焦的手套，他明白导演对他已经没指望了。在一个角落里，父亲默默地注视着他，他希望儿子能死心了，因为这项才能会给他招致灾难。可父亲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。女人本来就是个全职太太，却每天得看看当天的死亡消息，不是她闲得发慌，而是关系到她能活多久。这家书店经营了20多年，甘老板被火堆烧伤了，警方认定是电线短路，但他明白情况可能不那么容易。他仔细审视了现场的所有照片，果然被他发现了蛛丝马迹。第2天，儿子上学的时候，他反复叮嘱放学后直接回家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，手机要保持通畅哦，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今天这么热情，儿子真的没耐心听了。妈妈感觉不妙，他拿出了20年前的东西，准备迎接对方的到来，但他却没注意到对方的能力。别小看眼前这家伙，他看起来就像是快递员送快递一样，
他其实是要做这个任务。店老板瞄了一眼，把我和儿子的合照留下来。他意识到有麻烦了，不是我的错，我只是来接你了。老板抓住机会，想增加点精力。对方早就了解他的底细，直接关了店门，知道对方有所准备。他早就准备好了旁边的备用电池来给自己充电，因为他有电力超能力。他刚才想把他干掉。店老板迅速展开了攻势，充满活力。一开始他还能完全掌控对方，可以等电没了，对方还没回应，可以猜到结果。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扭转了局势，在店老板去世前，他却烧掉了儿子的合照。虽然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他后悔了。为什么不先问他有没有后人呢？照片被毁了，但金源高中4个字还在。男孩也在这所学校读书，晚上他就去学校看看情况。当看到学校的目标在金源学习为国家做贡献，他越来越肯定这所学校有内情。保安叫住他，学校门口禁止停车，他没说话，只是点头走了。等车走，保安觉得有人不对劲，于是转身打了个电话。这保安大叔显然真不简单啊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这家伙就能开始下一个任务了。一会儿，他进了一家理发店。我总是习惯性的把门锁上，这次他聪明了，先跟老板太太以顾客的身份聊了聊天。他用口音不正的韩语问老板娘：“你家孩子的韩文比我说的好吗？”老板娘说：“韩语很容易学。”“你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”老板考虑了一下：“这是我个人的事情。你的儿女也在金源读高中吗？”一说完这话，老板娘就有不祥的预感了。然后她拿起东西：“你知道我吗？”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，老板娘狠狠地戳了他的太阳穴几下。可是她完全没有想到，对方能迅速治愈伤口。为什么要害他？他能看穿事物的真相，就算他有超能力，不能抵挡男人的力量。而近期神秘死亡事件变得越来越多，虽然他做好了准备，但他知道对方很厉害。晚上他在厨房忙碌，突然从玻璃里跳出来了。我看到了一个黄色的人影跟在我后面。女人每次出门之前，她收集了一堆硬币，这些硬币却改变了她的命运。她只是在办公室工作，可是她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。一接电话，她就要拿着一大堆文件在公司里转悠，要更加自然。她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面前的人。她总是不经意地经过他的身边，已经操作了79次。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用，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。男人从未意识到，我早就把那个人的形象记在脑海里了。这次男人不禁多瞄了她一眼，也许这是成功的开端。他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不仅在公司里，甚至在停车场也有可能碰见。女人直觉最先告诉他，男人中圈套了。不久之后，这个男人每次都去停车场，看到一个迷你版的女人汽车 H557，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进入公司后，都习惯朝自助咖啡机看，又见这个家伙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情不自禁地朝咖啡机走去。女人听见附近有人走近，她喝完了咖啡，玩起了暗度陈仓，带着资料走了。男人好像被甩了，但女人知道他必须完成任务。男人感到失落了。他的伙伴问他在干嘛，他装模作样地说想请你喝杯咖啡的话。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带过来？我忘带零钱了。他们每次的巧遇离不开保安的传话，但女人明白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故意安排，而是等待男人上钩。她玩弄着手上的硬币，然后故意把头发扬起来。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硬币碰撞的声音，她意识到有人来了。男人悄悄停下来，看了一眼咖啡机，然后盯着手上的硬币看了一会，放进口袋。女人玩够了，于是准时开始。当男人靠近时，距离大约是10米，他毅然打开开关，咖啡装满了。当他转过头来，刚好遇到了个好的结果。两个人默不作声，但感觉彼此很投缘。你先开口了，我们好像见过好几次嘛。男人明明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，还在解释，我们不也是同一公司的吗？女人知道他是搞秘密任务的特工，人冷酷地瞥了一眼秀英，但是他还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。我是李美贤，情报局的，跟金斗之有关系。板着脸的几个字告诉美贤，这个人真的超级冷酷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金斗之拦住他，故意问他有没有带零钱。这个话让美贤明白，他离成功越来越接近了。他怎么会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只是走运得到了领导的赏识。他只有24岁，成功进入了国家安企部，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。从他的记录看，他应对问题的能力很出色，与众不同的强大感官。但遗憾的是，在第一次战斗中受伤后，视力大幅下降，只能调职为行政工作。表面上赞他很厉害，给他分派了一项重要任务，目标代号文山的金斗直是我们安企部最顶尖的黑帮成员。为了探求他的底细，特意让你靠近他。可是他不懂为何非要选我。领导笑了一笑，然后询问他为什么。你是我们这里最显眼的人。他长得帅，真是个优势。
可是他的意图可不简单，一见到对方的长相后，帅哥呀！秘书不小心撞倒了领导的东西，你真笨，在做一件小事上都失败了。听者有意而说者无心，女人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，都记在心里了。领导从屋里走出来后，这次他不知怎么回事，忍不住插手了。也许是看到秘书悄悄哭了，或者是命运的安排，也可以说是运气的安排。他提醒助手给咖啡加2勺奶精和3块方糖。这家伙很爱吃甜食，最好穿黑白衣服。那家人不喜欢五颜六色的东西，鼓励他更坚强，因为这里没有弱者存在。秘书把女人当成自家人看待，这事后对他非常有帮助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政助理，他却被领导交付了一项要紧的任务。偶然遇到公司附近最厉害的黑色高官金斗直，当问他接近之后要干嘛的时候，没想到任务太轻松，看看他平时在想什么，了解他的心理状况，尽量多接触他，才能看出他是否能胜任国家工作。经过几次偶然的安排遇到，果然金斗直开始关注他了。他刻意躲开了对方的目光，男人早就对他怀疑了，只是没有立刻揭穿他。每天男人上班等电梯时，都会看到对面咖啡机旁一个女人，这个人从来不喝咖啡的，特意准备了几个钱币，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地方。他要找的人还在找，他毫不犹豫地收好了硬币。女人的听力非常好，男人靠近时，他假装不经意地走开了。他拦住了他，这个男人明显中招了。男人每次坐电梯都会环视周围，好像在等一个人影。也许他还没看到他等的人，他悠闲地进入电梯，别人按下了电梯按钮，他突然伸手挡住门，吓得同伴赶紧拔枪，以为要做事情。他等的人终于来了，我们真是太巧了，还要去5楼呢。是的，是的。电梯里3个人一言不发。当美贤要离开的时候，要我帮你拿吗？同伴一脸懵逼，这家伙非常冷漠呢，为什么这么热情主动呢？还让他先走去，他就是他的贴身助理，24小时不离不弃。美贤心觉得他已经成功了一半的路程，心里暗自高兴着。他突然盯着前面的男人，男人傻傻的拿出零钱还你上次借的，那你也请我喝一杯吧。美贤要求的。一开始2人之间还有一本书隔着，他们俩虽然不太坦诚，但好像有很多话想说。可能是喝咖啡的频率越来越高，那杯资料也挪到了旁边，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交谈，从聊咖啡到谈工作。也许男人认为他们的沟通已经足够了，男人说出了是闵次副部长安排的吧。美贤这才发现自己早就被揭发了。金斗直提醒他做任务拿资料时，每天要记得换一下。这3个月你每次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总是看着1季度的财报，被揭穿，美贤松了口气，还表达了歉意和无奈。这任务是闵次长交代的，可能是因为他很真诚的样子。就在他准备捧起资料走人的时候，金斗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，这个主意却意外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女人接了个电话后，感觉自己完蛋了。本来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靠近眼前的男人，虽在上班，2人的工作完全不相关，他只是个工作小弟。他是公司最牛的黑色要员，经常外出工作。这个公司其实是国家安全企业部门，不知道领导突然怎么了，特意选他去接近那个男人。对男性的了解和心理分析很重要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。老家伙其实有另外的计划，自己的计划是否成功还不确定。以前觉得天天在他面前不经意地走过，终于他注意到自己了。男的直接揭穿了他的真面目，是不是闵次长让你靠近我了吗？因为这半年你一直在看同样的材料。美贤被揭穿后如释重负，不用再假装了，坦率地承认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这件事曝光后，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有联系了。没想到那个男人居然自己跟了过来，然后我问他的计划破产了吗？他可能会给你制造麻烦。当闵次长再次问美贤你们的进展如何时，现在变亲密了吗？知道他的保密事吗？不知道。闵次长没追问，就让他走了。可美贤心虚，毕竟他没说实话。那天原本要被揭穿的计划，男人可以提议，那我们就试试吧，也许松开了手。男人第一次约她吃饭，他超级喜欢的就是南山炸猪排，这个炸猪排真是不简单呀。后来就变成了女人靠自己赚钱养家的工作。男人不小心碰到了酱汁，美贤看见后想递纸巾给他，男人错以为美贤要帮他擦东西，实在憋不住自己的傻样，让自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也许他心里这么想，早就把美贤当成朋友了。这男的好久没笑了，笑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舒服，这家伙搞笑得过分了。美贤也开始敞开心扉，从幼儿园聊到长大后，从喜好变成喜欢，她甚至觉得在男人面前很轻松。男人之前完全不知道，一直铭记在心，甚至舍弃了自己的前途。他以前也是在外工作的，在酒店里带着假扮的身份唱歌，其实是安启部派人来清除卧底，他的老板竟然是这个服务员。歌结束后，
一大半的人喝了毒酒昏迷不醒，剩下的人里面还有隐藏着心思的卧底，继续猛烈的扫荡。没有人能从这个地方活着离开，宗旨就是错杀千人不放过一人，担心他们假装死后再用热水泼他们，稍有一丝动作就被枪击了。他还被指派去干掉工作任务，还有人在颤抖。他有点犹豫，他碰巧被上司要求投掷催泪弹，鼓励活着的人自愿奉献生命。他正想拿催泪弹，看那些人吓得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他迅速掏出个烟筒。他明白这个决定会毁掉他的未来，当他取下时来不及了，上级想要阻止也晚了。在一阵刺眼的光线下，他趁他不注意把门锁弄坏了。活着的人都因为渴望生存而奔向大门，只听到领导在对讲机里喊着：“秀英，你在忙什么？击杀了吗？有听到吗？”其实我一直打算的，有人在外面追捕逃跑的人，可他却突然变卦，假装没听见一样。他完全盯着那个女人看，也见到了女性的善良一面。这是他第一次不听安排，但没想到几年后女人会自己找上门来。出乎意料，被揭穿他的阴谋之后，两人更亲密了。谁知道呢？这整个都是这老家伙安排的。女人明明视力正常，却每天都戴着眼镜，不是为了漂亮，是为了保命。曾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我为被上级选中执行外勤任务而感到自豪。然而他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要乱杀无辜的人。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工作的话，他怀疑自己加入了错误的团体。看着那个快没气儿的人，他决定毁了自己的前途。他故意拿错烟幕弹，随着一股强光给幸存者提供逃离的机会。由于自己的疏忽，任务没成功，视力也不好，他被调到行政助理部门，以为可以这样过一辈子。但没想到领导要他故意靠近，调查对方的底细。因为他爱吃炸猪排，男人晚上居然变得不按常规行事。窗户外面就是在第16层。当美贤转头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错以为男人是攀爬梯子上来的，往下瞅一眼，一无所有。他意想不到人居然可以在空中漂浮，他满脑子都是问号。我都想问问他是怎么办到的。为了以后去女友家时避开他爸妈的尴尬场面，但是男生比我更有风度，他只是想给美贤买他喜欢的炸猪排来尝尝刚出炉的吃吧。此时美贤没怎么吃惊，反而感激他的坦诚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害羞。男人建议他赶快吃，然后像偷偷摸摸地溜走了。如果自己也是有超能力的话，他简直不敢相信人类真能飞。然后他摘掉眼镜，他的目光聚焦了。其实他的眼睛没事，一直都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这是他完成任务后第一次不戴眼镜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们的虚张声势已经变成现实。领导找到他，问金斗直相处情况如何。美贤的回答是什么？金斗直的秘密是什么？请问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？他毫不犹豫地回复了不知道。但老家伙知道美贤说谎了，可他没揭穿。辛苦了，任务完成了。美贤一脸懵逼，任务还没做完，为什么突然停止了？连老家伙最亲密的人也有些不理解。原来老家伙早就对美贤怀有疑虑，他在各种培训中都表现出色，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把催泪弹和烟雾弹搞错呢？他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对廉价的人道主义抱有信念。金斗直还是个廉价主义者，可是他没有亲人陪伴，他的个性非常傲慢。他把两人凑在一起，只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。刚才美贤撒谎显示他俩感情了，他们不知道门外的秘书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美贤很快接了个电话，请给我一些建议来改进文章的语言表达方式，他们早看穿你的谎言了。没想到那个小秘书竟然冒着风险帮了他，他就摘下眼镜了，用天赋异禀的听力确定监控位置。果然他没注意到一旁，他和男人的事事情情每一句话都被窃听了。他搞不懂老家伙干嘛这样。金斗直没有亲人，说不定有一天任务没做完他就消失不见了，所以必须找个让他回来的借口。美贤明白自己被利用了，但他还是打算找金斗直。突然有人叫住他，感觉他在暗示我，告诉他任务已经开始了，请准备出外办事。你爸爸中风了，正在医院躺着，只有公务员家属能享受国家最佳医疗待遇。无论金斗直任务结束后你回来，我们都需要你和他保持良好的相处。几周后，情况突然变了，金斗直没有按照组织的要求执行任务，老家伙超级生气了，命令抓住金斗直，然后他把5匹马分配到不同的牧场，想要捉住金斗直。那么我们现在得针对美贤采取行动了。